7月23號凌晨6點，台灣海峽部分海域準時響起實彈射擊的炮聲。前一天晚上，漳州海事局發出航行警告：7月23號6點到18點，7月24號6點到18點，台灣海峽部分海域要進行實彈射擊，不准進入。一出這樣的消息，社交媒體就立刻被刷屏了，外國媒體也跟着緊張起來。路透社記者當着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的面追問：前天中美外長剛在菲律賓會談，中國第二天就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射擊，這是不是衝着美國來的？外交部發言人林健的回答非常簡短：關於你提到的有關軍事演習，中方有關部門已經發布消息，不囉嗦，意思就是航行警告已經說過了，實彈射擊正在進行當中。那麼，這到底是一場什麼樣的演習呢？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来到今天的謝飛觀察。我們把這個海事部門公布的經纬度坐標連成線，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在本次划定的2個演習區都位於福建東山島東南約10到12公里處。23號射擊區為5個坐標點所圍成，24號縮小到了4個點。它當然屬於台灣海峽的一部分啊，但是緊貼着大陸一側的近岸水域，並沒有深入到海峽的腹地。那麼2個演習區的面積分別是80平方公里和38平方公里。其實這就是一次近岸火炮或者是艦炮的實彈的射擊訓練，並不是海空立體封鎖或者是大規模的聯合登陸演習啊。那這個差別很關鍵，發布主體同樣值得注意。發通告的是漳州海事局，你看地方的海事管理部门負責的是航行安全的提醒，不是战区作戰公告。地方海事局發禁航的警告，意味着某海域有訓練活动，民船暫時避開。這跟東部戰區直接對外宣布的聯合利劍、什麼海峽雷霆等大型的演訓，它完全是兩碼事兒。後者通常由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對外公布，新華社、央视同步跟進。公開內容裡邊明確寫出了参演兵力演習這個海空域和這個重點的科目。一個地方海事局的例行的航行通告跟戰區級別的聯合作戰公告，這個層級、規模、性質它有本質的区別。更重要的是啟動方式。那麼近年來軍方对台的大規模的演習大多採取的是冷啟動的方式。以这个2024年的聯合利劍 204A 為例，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之下，東部戰區突然組織了海陸空火箭軍等多個軍種的兵力，演習範圍覆蓋了整個的台灣海峽，並且向台灣島東這個南海海域以及西太平洋方向延伸。從聯合利劍到海峽雷霆，再到正義使命，聯合演訓已經不是單純的訓練活動了，而成了這個推進備戰、提高能力的過程。在冷啟動的模式之下，演習開始之前很少有準確的消息被洩露出來，也很難看到部隊大規模的調動和集結。而地方海事局提前通報劃定區域和近岸實彈的射擊，則是年度例行軍事訓練的一部分。類似航行警告在漳州、福州、平潭等地方這個年年都有發布。那外媒為什麼還是坐不住了呢？因為這個時間節點確實敏感。我們看7月22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馬尼拉會見了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第二天一早，台海實彈射擊就按計劃開始了。在外國媒體看來，並不是巧合呀。你剛剛說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我就在台灣海峽打了幾炮。你看，這就是用行動來為外交表態來做注腳。但是這樣的解釋卻忽視了這麼一個基本的事實：航行警告是7月22號發布的，實彈射擊是23號開始的，而王毅、盧比奧的會談也是在22號。兩件事情同時發生，各自進行各自的程序，沒有互相的配合。外媒的非線性的聯想，本質上反映的是台海議題的高度的敏感性。就是一條地方海事局的普通的航行通告，在信息碎片化的傳播過程當中，很容易就被上升為台海生變的這麼一個信號。不過話說回來外媒的緊張也並非毫無道理。這次的演習的規模不大，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我的一個好朋友軍事專家宋忠平先生也說，演習地點設在台灣海峽西邊的海域，向外界發出了2個明確的戰略信號。一個是對於域外國家以穿越台灣海峽為名來挑釁中國的主權行為，我國可以在台灣海峽海域進行反制、遏制挑釁。
那第二個呢，是我國有對台灣海峽實施海域管控的能力，可以阻止外部勢力向台獨分裂勢力提供外部支持。從通告的角度看，這次由海事部門發布的航行警告，演習的整體範圍、投入規模，它都比較小，屬於適度的克制、點到為止的戰備訓練，分區域、分時段進行實彈科目的演練，也證明了我國有在多個地點同時實施對海峽管控、抵禦外部勢力干涉台灣事務的這麼一種能力。那麼更深層次的信號就在於常態化的節奏因為本次演習呢，最值得重視呢，並不是它發生了什麼，而是它一直都在發生。台海方向的軍事訓練呢，已經變成了一個高頻、低烈度、可以預見的常態。那解放軍呢，可以練，也可以打。一旦台獨勢力越過紅線，那麼這種例行的訓練就可以迅速轉變為高強度的震懾演習，從聯合利劍到海峽雷霆，再到正義使命，我軍在台島周邊的聯合演訓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政治警告或者是象徵性的懲戒了，常態化、實戰化的演訓，不斷更新和完善对台軍事鬥爭的各種處置預案，全面分析域外勢力介入台海局勢的各種情況。一旦出現突發重大的情況，解放軍、海警和相關執法部门就可以迅速的形成联动机制。那說到底，這次東山島近岸實彈的射擊就是一次年度例行的訓練，不必過分的去理解，也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呢，也不必装作没有看到。在我方一側的台灣海峽，炮聲將會越來越頻繁的響起，那這不是一個警告而是一種常態，常態也是一次警醒。好了，感謝收看這次的协會觀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